好的，大家晚安。我们的 Fear and Hunger，然后重玩了，对，就是在不断的被虐之下，然后重玩。重玩，我们选了一个新的角色叫奥萨，然后我想试试看新的角色会不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资讯这样子。然后我们现在，废话就不多说，就继续开始吧。打开它，头还是尾？头还是尾？头。可恶！Oh no！我觉得所以 I need kick him and cut his head。喂 ，Yes，好像不能跟他们缠斗太久，因为我有低 buff，叫疾病恐惧症，我精神会下降，不能跟他攻击，就是这两个人 kick her，该死！踢他那个我不知道会不会长那个精神。太好了，太好了，耶耶耶！太好了！哇哦，哇哦，哇哦！ Nice to meet you， 谢谢你，非常欢迎。哎，我有个疑问哎，就是，喂喂喂喂喂喂，你是谁？小白，小白，No No，哦。Can I run? Can I run away? 小白 ！Oh my god! Can I run away? No. Can I save the people? No. Can I run away? No. 我好像现在打不过他，是不是？揍他，我就不相信我揍不到他的头。哦 ，yes yes yes， 两个头已经拜拜了。西维安是爱与爱欲的女神，她在黎明的时候创造男与女。最开始的时候，她深爱着她的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试图更加亲力亲为去控制他孩子们的生命走向，他仍旧将实现孩子最大利益存在心中，但他意识到孩子们永远无力以同等的感情回报他的时候，他的爱变得比较扭曲了。西维安会透过赠予人们的礼物——爱之魔法，来将人塑造更符合自身喜好和幻想。古代有一个历史，就是人们沉溺于肉体的欢愉，赤身裸体的人潮
巨浪高度协同在爱欲之海中搏斗，虚度他们的时光。所以他经常与毁灭之神葛哥洛斯以及旧神的后代自然之神维努史卡一起提及。他有一些神秘的力量。刚刚我看的是皮囊圣经，让我看一下饥饿与恐惧之神。这个是为神与一名被选中的人类在黑暗潮湿的梦幻中结合。旧神不会真正的毁灭，取而代之的是饥饿与恐惧的扎根。卫神希望他的女儿可以成为人类之光。恐惧与饥饿之神是很纯粹的孩子。人类创造最黑暗的坑洞中孕育一块白板。目前为止，人类已经在一定程度了解停滞与痛苦。人类将珍视他们的困难与苦难，从中汲取灵感。写得很文绉绉。如果有他的铭刻，会增加敏捷性。偷看一下，现代历史的4个时期年表，还有我等之主飞升者奥尔米尔的诞生开始。世界上存着许多奥尔米尔的捏造性宗教文本，也足够表示奥尔米尔其实是真实，就是过去曾存在世间的人类。诞生的时候表示第一期的到来。第2时期是410年的新神统治时期。在这之前，早有其他不同的新神文本。新神的概念在古代就有存在。这次事件之中，包括那个出生的明军阀，伟大的拉什拉。仅此一点可以看得出，新神队列比之前更为出众。世界的秩序自他们灭亡之后开始衰退了。意料之外的是，这个衰退在800年时被伙伴团所结束。伙伴团是黄衣，对不对？就是奥沙他信仰的这个东西吧。当时流行的伙伴团的书籍不断的鼓舞人们，将伙伴团的4人弗朗索瓦、尚巴拉跟尼万以及瓦尔提尔抬高了敬祀与神明的地位。他们的时代持续到16世纪末。当时西方处于黑暗的时期，不知道从那边出来的新的崇拜的偶像就被称作为恐惧与饥饿的神明。人们在疾病与死亡之中遗忘了旧的教义，转而投向新生的救世主的怀抱。恐惧与饥饿之神出现着，象征第4时期的到来。人类必须要改写发展之能，伴随着时代不断的前进。一言不合就
就想要对我干什么？哦，镇长。我吸收了恶质的灵魂，然后获得了钥匙。这就是我刚刚那个其中一个伙伴转变的。我刚才原本想说要不要当个好人，想太多了，没有什么好人，我就拒绝坐下了，又怎么了？他让我们的好人也做不到。好，就是这个士兵身上就可以找得到那个另外一把大门的钥匙。哦，它虽然50-50，但我没有感觉到50-50的几率。看，我不信，我没有刷头。喂。我为了这个游戏啊，我去买了那个有一部小说叫做《黄衣国王》。哦，做女之声。重点是我来了之后，看到一个中尉，他说我从里面跑出来了，然后问我是不是拿到开门的钥匙。他叫做帕夫，他叫我去开门，所以他等一下要来杀我。你已经讲要杀我了。其实，你看，空中飞人带我走。对话没有用。不给沟通。但是阿贝拉死在这里，怎么办？死掉直接少一人，不给复活，没有这样的吧？这个游戏有很多作者自己的设定跟剧情啊。当时候我觉得他的故事就是有点难懂，后来我就去看了一些科系的小说。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是谁哦，他是口袋猫。很高兴见到你，你可以称呼我为口袋猫。可以不打他。你已经听到无躯体的巫师发出了声音的回响啊，又是这个嗓子眼里的小阴毛。我曾十分不幸的遇到过这个晦气的家伙，多到我已经忘记次数了。你听到无躯体的巫师发出的声音，不要被他献媚和那惬意的旧口音给欺骗了，他是欺诈之神的奴隶。无论他向你要求什么，都只是为了服务天上那个家伙罢了。我刚刚好像其实有看到有东西在，就这一只猩红之神父，他刚刚怎么来的啊？你的神父，他头是瓜牛你看，好恶。哦，可以踩它好恶，好恶。
不，你毁掉了这一切。你在等谁呢？崭新的世界，木质的墙壁，悬吊于顶端的黑暗，一切都化为乌有了。你作践了这个惊喜。你不能走。我知道这家伙，他变异了。我没有看到他跟神父对峙，然后他就变成畸形体了。我完全的放射着光芒，为什么你看不到吗？搜查，他身上没有价值的东西。Marco， 攻击，布莱梅中尉。哦，，yes， 杀死他 ，yes。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哦，我敢确定，如果没有阻止他，他肯定会向我开枪。他就是个坏人。Marco say he is a bad guy. Marco, don't go. Join my party. 哦，新闻频道。邪恶的普雷西维尔中心发生的骇人罪行。哇，这是个记者。下午好。28号的悲剧，嫌疑犯已经被抓了。住客表示他非常的冷静，他内心是一个怪物。公寓的26、11、13号住客，26、11、13，有人坐在这里耶。这是硫磺之神的符号，跑来教育这个蛆虫有什么用？我只知道这个神的名字，我知道他是一名被大多数人遗忘的神。哈？哈？我先去1楼跑步，这游戏还可以跑步，想不到吧？巨头，我们现在后来的目的又是搜查跟巨头了。有没有快睡着了？你现在醒了？为什么？继续睡啊！继续睡。这个游戏不应该在睡前看的。我现在 sense 掉很低，看我现在 sense， 我喂他们喝酒好了。
一座看起来十分有趣的雕像，上面写着“为了生育与繁荣”，崇拜生殖器的。穿着不错西装的男人，你可真爱把事情弄糟啊，男孩！你自己也知道吧？我让你就此解脱，只会再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哼，我这也算是在帮你的忙了。给受伤的杂种狗打上一针安乐死的药剂没有区别。你有什么遗言吗？我不想和你打起来。打断那个穿西装的男人。如果不打断他的话，我记得他会死掉吧。你可明白你嗅到了什么不该嗅的东西？你会后悔的。准备好去死吧，你这坨烂屎废物！直接打他身体就好了。我吸收了衰朽的灵魂，你还好吗？然后他跑走了。搜查，拿到了生锈的管子、肉馅饼、西装还有鸡蛋。踢他，没有反应，他已经死了。某人站在那里，你以为这是变异的还是？这是变异的还是真的？哦，太棒太棒太棒！他感觉不是真的立维，他是假的。真的立维打死的时候会有灵魂。哦，你好，你好，你好，不要走，不要走！我介意，你为什么要跟我告别？听说在森林深处。你是谁？你是谁？谁？喂！他说要跑过来，你看我们这是什么情况？在开什么恶劣的玩笑？攻击他！奥维利亚说：“你觉得这是场公平的战斗吗？为什么你要这么做？我要把你的眼睛挖出来！”我队里面有奥维利亚，很难相信我会说出这种话。我应该不是这样的家伙，对吧？干！好像不能让他招东西。头。这是什么玩意儿？我的头不见了，我的头不见了，我很怕。来了！这个是这里面最
最容易断头的。哦，他很凶而且还不能搜查他。他来的时候还快马加鞭，踢他，也不能踢他，该死！我们可能无法在今日抵达天国了，恐怕在10年之内都不可能，甚至大概率在我们有生之年都是无法办到的事情。但要明白一件事，我们所播下的是名为基础的种子，它将会不断的成长，直到人类都带到那应许之地。仅是明白这一点，就使我无比自豪了。布莱梅已经将凯撒任命为总理一职。过去约14年间，凯撒为布莱梅带来一场极为伟大的民主运动，而至今的历史也证明了此番民主运动的伟大之名不假。它在标志性的头帽之下，永远保持着神秘，仿佛空前绝后的名望是无中生出的。但并非如此，你只需要观看一次他对民众发表的出色演讲，便能够清楚为何上层乃至下层的社会人民都折服于他的魅力之下。凯撒那富有激情的演讲，无疑是一道耀眼的风景。在短暂的日月之间，我们凯撒便已取得成功。中西部诸多国都统合团结在布莱梅的旗帜之下。他掌有一支特殊的部队，名为黑骑禁军旅。也正是这一支部队为布莱梅统治的迅速扩张立下了血汗功劳。此番能够让东方联盟产生忧虑的迅速，必然会对世界格局产生无可预期的转折与影响。这有蝴蝶，蝴蝶表示说这里有一些重要的讯息在这里。哦，糟了！哎，哦，我成功打败野兽，然后奥古斯特跑出来。你为什么要剪尾刀？为什么？我打完了你才出来，这样对吗？你欠砍是不是？可恶！这就告诉我们说，要开宝箱之前要先跟这一群小老鼠 PK。他刚刚是引诱我们看，我们往左边走是遇到老鼠，往右边走是遇到狼。我们现在要回到了3步骤。
搜查，踢他，割头。我曾读过一则悖逆的看法，甚至是荒谬的看法，来自某位不知名，尽管对异能有偏见，但仍旧在隐秘学的学术界享有一定名气的人口中。仅仅因为这名不知名的黑暗祭司写下了一本在大多隐秘学的研究中被引用的书，并不意味着他的话语应该加有添醋。叫导游喷醋。骷髅伞架声音不用这么大声，吓人的吧？我也被吓到了。好，特别是什么救神之死的文词，简直是荒唐至极。你是怎么想到去杀死一个构思出来的想法？灵感仍自原始的概念，只要我们思想仍在那提醒我们，意念便永远会萦绕于你的脑海中。一旦救神诞生于世，它便永恒的存在了。一名神明如同人类的灵魂一般，不受线性的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他们可以在现今的历史，仍至未来的历史中多次转世，超脱我们所知的范围。他们产生绿色的溪流，究竟是何种最早产生？是物理的意义来说的救神，还是我们意识中诞生的概念？如同笑柄般的心神，渴望成为傀儡的木偶，都绝不因误栖身于我们理解之外的神明。他们只不过是救神对我们巨大影响中的副产品。只要飞到离太阳或者月亮也可以足够接近的地方，你便能短暂感受到救神的真正强度。人类只不过是继承在我们之前那行走的野兽的力量，仅是这样，力量又怎么会真正的接近救神？这本书在讲救神比新神还要伟大。天哪！田中，他的头180度，这种情况挺麻烦的。这回出差真让人难受死了，更别提到我在城内还有一个紧急的会议。他不是真正的田中，真正的田中头不会180度大旋转，而且我们已经看过田中他被持针者割头的情况了。这真的是博物馆欸。然后有一些你看这个没有翻译到。古老美索不达米亚最欢迎的学者贝特尔，那个卷须状的男头，整日沉浸在自己的善忘之中，根本没有足够意识来想出人类两难推理的这种精妙的书籍。什么是人类二难推理？你听到巫师发出的回响，什么？你这还能称自己是名黄衣法师吗？区区的凡人怎么有可能飞升至真神的领域？救神的代表是纯粹，那纯粹的意识形态未受到玷污的概念，人类是无法做到这一点。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真理，有着他们自己所认定纯粹的定义，还有错误的观点。所谓观点就像屁眼似的，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那一套。若去崇拜或追随着某个混蛋的话，你闻到的便是他放出来的屁或屎。然而，
有像奥尔米尔的那个家伙，或是时间更近一点的100年前的女孩，那便是2难推理。为何有纯粹的粒子，不论你们人类的局限呢？好，哎呦，我烧焦了。这个攻击非常的粗暴，而且惊悚。头，哦，凯撒，是他，他就是我们来到这边的原因。我的学生，想想都觉得可笑。这里的人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这坨小鸡屎的妄自尊大。你知道你已经来晚了吗？他是凯撒，让他知道现代人的恐怖。纳什拉前来向他复仇的，赶快叫他混蛋巨婴，快点叫！如果你是要过来见证新时代的诞生，那个头很吵，他说：“你咋还不叫？只有在我蹂躏他的后庭的时候，这个没骨气的垃圾才能挺直他的老二。”好粗俗！赶快叫他巨婴，快点！赶快叫他腐蚀万千虫的蛆虫人渣！我们得把这黄袍的烂屎搅得碎碎的。只是名为逻辑的机械神已经成功上线咯。冰冰嘣嘣，那颗头，你所戴的那颗头是纳什拉的遗留物吗？终于他妈的到了这个时候了，多令人惊讶的重逢啊！不过这也算是合适的重逢。至于自恶的可悲蛆虫，让我来教教你什么叫合适和在哪合适吧。一如往常的满口脏话，你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就算有，你应该为我采纳你的建议而高兴才对。你应该还记得，我当时认为自己是未来崇拜的唯一真神。我当时的那份自负心，至少当今可说是有着大问题了。哎，这个世界实在太过于任性跟混沌，和你说的一样，它永远不会被控制，也永远不会做到真正的和谐与秩序。但混乱的本身并不值得恐惧，它只不过是一个过渡的阶段，而它抵达的地方才是决定是否有一种消极的力量。所以我拥抱了那一番混沌，从中看到它对我的引导。人类争夺权力的无休止循环必定是被引领到某处，所以他将这一周期弄成一番螺旋，使每一次进行周期的变化都能够将我们推离旧世界，让我们更能够接近于我们本来的真正的潜力。在我们说话的期间，螺旋已经上升到高潮的阶段了。我们确实无法控制有原始的力量奠定的这个世界，但我们能于此建立更加美好的新世界。
这就是所谓的起点。我们的应许之地正在不远处等待着我们。你已经听到，他已经无话可说了。这事确实得交给你才行，算是一个相当聪明的策略。你找到的方法还算不错，创造了这个全人类共同意识的概念。如果我不讨厌你身上每根皮毛的话，或许我还是会等待看着你的这一切能带来的结果。但我他妈就不想让你这个有着超长直肠拉屎的人带领我们去做也不是的蠢事。我本来对你有很高的期待，你就冲着我来吧。机械之神的气息仍旧十分的虚弱，在他这个虚弱的状态之下，我绝对不能让你擅自去靠近他。哦，耶耶！可恶的臭杂鱼！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你认识这种鲜血的仪式吧？而你却让他这样实现了。啊！我帮你打败他吗？哦哦哦哦！胜利了！共同的善恶观念只不过是思维流的化身而已。加入我吧，踏入那应许之地。你是在讲三角？人造绿色的维度，我如同虚无中漂浮着，同理心与希望填满于我。一切该有尽头，是时候安歇吧。任由海浪将你抽中。什么玩意儿？他想把我同化是不是？我可以。哦，我可以按上。结局 A 了，耶！真的结局 A 了，结局 A。机械之神，只有5名幸存者设法活了下来。啊？虽然是最 easy 的模式，可是玩起来不 easy 啊，这真的不 easy。玩起来要注意的点好多哦。好啦，已经第1轮结束了，但是逻辑之神的结局其实没有讲太多细节吧？对，就是凯撒创造了一个新的生命吧。想要远离旧神，然后成为一个把世界推掉什么，就是那个老话一句嘛，为了这个世界之类的。但这逻辑之神是我们之后成为逻辑之神的吗？然后黄衣祭司的目标不是精进自我吗？所以刚刚跟我们一起进入那个打怪的伙伴，是不是也成为了意识中的一部分？我觉得应该结束了，就真的结束了。啊，那我们就休息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